那你把这件衣服卖给我吧。你一个男的，要旗袍做什么呀？这是艺术品啊。我买实货的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件旗袍可是我特意找老师傅定做的。你看上面这个刺绣，就花了3个多月的功夫，而且这件也最贵，我买的时候花了6000多呢。6000多。好啊，那我怎么给你付钱？可以微信转账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加你微信啊？小力士奶粉源自新西兰天然有机牧场，坚持自然，不施化肥，奶源可全程监控、全程追溯，拥有口味清淡、多重免疫力、不上火、不便秘等诸多优点，在全球享有盛誉。这是我们想到的几个 slogan， 还请大家帮忙审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。其实我有一句特别好啊，你们听听啊。好草喂好牛，好牛产好奶，好奶育好人。小力士奶粉，让你的宝宝长成好人。听我的，喝牛奶长牛劲儿，发牛脾气。小力士奶粉就是牛，耶！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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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真好。Stella， 江总好，飞扬集团来了几个人，说是调查组的，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对相关业务进行查账。查账？是。事情怎么回事？你把他们请到休息区招待一下。好的。来，吃吃。谢谢啊，你多吃点，今天我挣着钱了，请得起的。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谢谢你。你还在为李思特那件事不开心啊？你刚才跟我说一半，后来怎么样？解决了吗？解决了的话，我会在街边卖衣服吗？就因为这点破事情，我被学校停课也就罢了，现在闹得好像我真骚扰他了似的。你也知道，你们外国人呢很在意这种事情的。一听说什么女教师骚扰学生，他眼神都不对劲了。你可以告他诽谤啊。啊？我告他？我怎么告他呀？我没凭没据又没钱，拿什么告人家？再说了，万一学校嫌我麻烦，把我开除了，那我就真的失业了。唉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哎，我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哥，他可以帮到你。飞扬集团为什么要查我们的账啊？因为我们是供应商，而且刚跟他们签了一笔大合同。考虑到之前也合作过，甲方对乙方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不过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账就敞开了让他们查呀。能不能把这事儿往法务身上推？行是行，如果我们不让查账，他们会认为我们不配合，那么将来就不要再想跟飞扬集团有任何合作。Stella， 严小慧的手机关机。魏哲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拖。什么意思？拖到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牌为止。你大哥住河滨大楼啊？是啊，这可是老上海有名的江景公园，够有品位的。我哥是大神啊。大哥好，王你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异父异母的好大哥魏哲老师。邦尼小姐，你们认识？
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的心上人啊？我想追她，我想让她当我女朋友。里边请吧。李斯特在他们公司什么职位啊？管人力资源的副总。那就是高管喽。接着说。是这样的，我去他们公司找过他一次，本来以为我一闹他肯定就怕了呀，但是没想到，不但没吓着他，还给我发了律师函。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哥，这件事明显就是李斯特在欺负邦尼，我想请你帮帮他。邦尼，放心吧，这儿是咱们的地盘，不能让他欺负了。你过来一下。哥，怎么了？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考过律师执照。是啊，考上了。那就好办了。明天，你陪邦尼再去一趟李斯特的公司。打架吗？你就跟他说。这次飞扬集团人事大地震，总部在美国被罚了1.4亿美金，所以他们才下狠心全球彻查。当然了，你们公司还算是幸运的，和小力士的合同已经签了，手续也都是很清楚，经得住查，不像那些长期合作的，个个都有猫腻。Evan 已经停止回美国了，我也打算辞职。省得新老板来了，我整天看脸色。下周交接完我就走。虽说你们跟飞扬集团的合同已经签了，但是新来的老板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再下点功夫，做一轮公关。谢谢严总的提醒。那能告诉我您打算去哪儿高就吗？这个已经有一家公司在谈了，等我入职之后再告诉你们吧。有些话我知道，其实不应该说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要离开了，加上江总之前对我又不错，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，防着元素。元素，他怎么了？他这个人啊，年纪不小，但做事没有规矩，全都是江湖套路。您能说的再具体点吗？这次竞标，他找过我，让我提供方便，被我拒绝了。所以后来再出现标书创意一致的事情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当然了，我的看法跟你们一样啊，我也认为标书是被剽窃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标书被剽窃和明氏有关？假如说是明氏剽窃了你们的方案，那就说明我的部门一定有他们的内应。以后你们再跟飞扬集团打交道，一定要多个心眼儿。话，我只能说到这儿了。
你上次一个人来闹得不够，这一次还找了一个帮手一起。我帮了岗，我已经告诉过培训中心了，如果你这一次不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将以诽谤罪把你和培训中心一起告到法庭上。现在可以道歉了吧 ？Say sorry。你既然不想道歉，那就咱们法庭上见。这位啊，等等，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Bonnie小姐诽谤你？就凭网上那张帖子，那张帖子所说的都是事实，而且有图为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63条规定，证人证言、电子数据查证属实，可以作为证据。所以Bonnie小姐并没有诽谤你，而是你到处散播谣言，导致Bonnie小姐名誉有损害。侬是谁呀？我是Bonnie小姐的律师，她的法律事务都是我来负责。这是我律师执照。OK， 要不这样，我们下去找个咖啡厅，坐下来慢慢聊，慢慢谈，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咱们就在这里把话讲清楚。I mean,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I want you to contact your school immediately in written form. Clear all complaints with Bonnie, clarify the truth, and apologize to Lane. 否则明天我会把律师函寄到你公司，正式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请求100万的经常损失费，作我当事人的赔偿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特别忙。我知道，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有件事儿，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正式？公事私事啊？哼，都算是吧。你也知道，飞扬内审搞得动荡不安的，老板也换了，严总也走了。要是新来一个老板呢，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辞职？换老板也不用辞职吧？你的能力没问题的。啊，你不会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所以怕内审吧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不会。那你就更没有必要走了呀。哎，其实也不都因为是换老板的问题啊。在上海打拼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你想啊，这么一个跨国公司，我没有后台，没有背景，又不是什么海归，熬出头真的太难了。我现在还是一个经理，跟我一波出来的都是市场总监了。你说我在这儿一点提升的机会都没有，那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还不如找个别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展。那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想离开飞扬回深圳，毕竟那边还有点基础。回深圳？你不想让我走啊？我当然不想让你走了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在上海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工作呀？是，可能这段时间运气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不是有句话说吗？最黑暗的时候也是离黎明最近的时候。只要坚持过去，一定没问题的。而且你在上海还有朋友，你还有我呢。谢谢。哎，你刚刚也太帅了吧，把那家伙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，幸好他不懂法律。是啊。要是让他看出来魏哲给你的证书是假的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证书是真的，只不过美国律师执照在中国不管用。要是律师他知道，今天肯定露馅。所以，你真的是律师啊？我是 Temple University 毕业的，后来才做室内设计。律师不做，做室内设计。你怎么想的呀？学完之后，我觉得当律师太死板了。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才做室内设计。而且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梦想？我也有梦想，
你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4个字：出人头地。是不是特别俗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真实，挺适合你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。你很勇敢，很有自信，很坚强，而且很漂亮。谢谢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就是知道你住怡静坊，才特意搬到你对面，这样就可以经常见到你。啊，算你费心了。管你！我喜欢你，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我的前任是个什么德行的人。我和他不一样啊。我知道你跟他不一样。不过呢，我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暂时不想再跟外国人谈恋爱了。你们的世界，我还不是很懂。可是，哎，不要可是了。我们就保持纯洁的邻居关系吧，啊。你把第3轮投标的整个过程再跟我复述一遍，一个人都不能少，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。在去飞扬大厦的路上，我给严霞慧打了一个电话，跟她沟通了一下内容。然后在飞扬大厦的前台，我碰到了市场部的2个同事小汪和小苏。因为离竞标开始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到休息区去坐了一会儿，然后遇到了市场部的经理谭新凯。谭新凯？对，他那天是负责整个流程的主管，而且我还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先讲，面试后讲，但这一次换过来了。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是你们先讲，所以这次调换顺序也是公平。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。是谭新凯带你过去的？对，他让我们把比稿的方案拷进他们统一的电脑里面。舒总，一会儿呢咱们统一用这台电脑做演示，等肖总考好之后，你看你把你们公司方案一块拷进去吧。谭经理，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电脑？舒总，这么谨慎啊？待会儿是我们先讲，你怕什么呀？其实我知道，在考电脑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容易漏标，因为所有竞标人的方案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往往就有一方趁人不备，将另一方的方案拷进自己的 U 盘里。但那天是明示的人先讲，其实我这样做也就是多防了一手而已，没有多大意义。你确定那天只有谭新凯在场吗？不是，还有2个同事，确切的说应该是工作人员，一个是小刘，另一个面熟，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。哎呀，有你刚才那些话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你放心，我咬紧牙，我也要坚持下去，不能让你笑话。其实呢，升不升职、当不当官，这都不重要，只要踏踏实实的看着你，勇敢的追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，那我得提醒你，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防着点儿。防着点儿。小丽是奶粉标出被剽窃那次，严小慧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内鬼就出在你们部门，所以你当然要防着点啊，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哎呀，都说职场如战场，没有经历过，还真的想不到，原来这么可怕。想什么呢？哦，
没有，我在想，哎，周末带你郊游去怎么样？这个周末不行，我有事情。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魏哲异父异母的弟弟搬家，因为他刚装修好房子，想让我们去暖暖房。哦，异父异母。啊，哎，那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啊？啊？哦，你要觉得不方便，那就算了吧。其实我真的挺想跟你一块儿去的，因为我想让他们都知道我。你把讲标书的整个过程再给我讲一遍。当时是萧亚先讲的，他走了之后我才讲，我讲到一半就被安文给打断了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。讲标书的过程，整个时间压得非常的紧，就算有人想剽窃，估计也没有时间呀。咱们再往前倒，比稿的头一天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？比如说，你储存标书的硬盘有没有离开过你？或者，有没有谁碰过你的电脑？不可能啊，我的电脑都是有密码的。而且在这段时间，我害怕出意外，每天下了班都是带着电脑回家，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来。而且在比稿的前一天，我还是等到了很晚才去打印的标书。拿回标书之后，就一直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。等等，你是说，头一天晚上你打印过标书？是的，因为有一些公司只要电子版的方案讲标就可以了，但像飞扬集团这样的大型公司，一定是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纸质版的标书，还要指定我们去他们定点的印刷供应商那里去打印，以确保规格的统一。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查内奸。你们是飞扬集团的呀？对，上周四晚上我们在这儿打印了标书，你看11、12页没有，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多余的。上周四不是我值班的，是老于。老于在哪儿啊？哎，老于，老于，哎，过来一下。他们找你有事儿。老于，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上周四咱们打印的这个标书啊，11、12页没有。咱们还有多余的吗？哦，是这本啊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让你多打印了几本呢。哪有多几本啊？谭经理打电话交代我说，就多打印1本，我给了后面来的女的了，就再没有了呀。是谭新凯，谭经理让你多打印的1本。是啊。那女的是谁呀？我不认识，他就说是谭经理让他来取的。2位请稍等。先生，你要不要先点点喝的？不用，我等朋友来再说吧。好。请坐。你怎么定在这儿了？我知道你喜欢这家餐厅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年薪26万，我有钱。看过《欲望都市》吧？看过。里面有一句台词怎么说来着？要想知道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品味，就看他在让乔治餐厅需不需要等位。现在这个时间不需要等位，所以这里的男士都很有品味。谢谢。
还是你来点吧。还是你来点吧，或者建议你点肉眼牛排，不错的，可以试试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那就要2份这他说的那个肉眼牛排。对对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啊，找我干嘛？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有多重要啊？我今天有点事要出去，咱们改天聊。不行，我病了。什么病啊？你说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患了特别严重的婚前恐惧症。我现在一看到蒋黎明我就胸闷、害怕、心烦。真的？嗯，是。那你病了不去医院找大夫，你找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医生吗？你给我介绍介绍。裴月，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，你就是作。我今天真有事儿，咱们改天聊啊。有什么事儿比治病救命还重要啊？我不管，今天你去哪我去哪，等你办完事儿，你就给我治病。Stella， 你来了为什么不说啊？我今天临时决定过来的。今天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，但最后……明白了。好。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. Bonnie 跟我说，在上海搬新房子，要请好朋友们一起来暖房。我入乡随俗。好。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，来的既是好朋友，又都是情侣。我声明一下啊，你们都是情侣，我们俩不是。我是来为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捧场的。那你们算是什么关系呢？初恋好友。初恋好友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魏哲呢是我的初恋，但我是不是他的初恋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初恋有什么好的呀？大部分的初恋最后不都沦为炮灰和垫脚石了吗？那我要不要给你这个炮灰一次翻身的机会呀？免了，咱们俩就像现在这样，保持最纯洁的男女关系多好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，为什么要分手啊？因为我爸。你爸不喜欢他呀？我爸喜欢他，喜欢得不得了。那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跟他分手的。拜托你把话说全喽。好吧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爸呢第一次见到魏哲就特别喜欢他，所以就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女儿呀？你们猜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压根就不打算结婚。我不要面子的，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咱们俩还处着干嘛呀？分了得了。结果呢，就真的分手了。他的话听一半就行了。林肯，什么时候能喝酒啊？没看见江达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喝一杯了吗？我就是你啊。来，可以，一起喝一个。来 ，3、2、1，Cheers！有件事情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正在和我丈夫打离婚官司，我们俩在离婚协议的条款上有一些分歧，因此他怀恨在心，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事情。那天我和你去酒吧，他跟踪了我们，当时你有点冲动，正好你准备亲我的时候，被他偷拍了。
这些照片就让我解释不清楚了。现在我就像是一个出轨的女人，这一切都对我很不利。我可以去找你丈夫，把事情跟他解释清楚。你跟他解释什么呢？他是故意的，你去找他只会越描越黑，把事情弄复杂。我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一方面是我不清楚他手里还掌握了什么东西，我现在得万分小心。刚才进餐厅之前，我都要好好看清楚他有没有跟踪我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和你要保持好距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你自己。你刚进了新公司，这个工作来之不易，他如果找你麻烦的话，对你影响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你紧了后嘛，哎呀！黑小姐，你慢用。谢谢啊。看什么看？快帮我俩拍照！魏老师，其实呢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，单独向你请教请教。有什么话说吧。魏哲，传播系本科毕业，法学硕士，连续4届获得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，号称不婚主义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选这个，给你挑，你挑。没错，我调查你了，怎么样？让别人调查的滋味儿不好受吧？你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卑鄙，拿着别人的隐私到处去说，甚至还给长辈打小报告。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，我觉着你可以当面跟我说。这背后捅刀子，太不男人了吧？从你追江达林开始，就应该料到有今天。调查你，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，我问心无愧。但是我非常的好奇，你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呢？你是怕我查出些什么吗？我怕你查出些什么？你查出些什么了？你知道你现在的做法像什么吗？就像一个孩子，明明自己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玩具，但还是把其中一个玩具让别人抢走了。你处处针对我，你是怕我威胁到你在江大力心目中的位置，怕我把它抢走。没错吧？只可惜啊，江大林他不是玩具，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。没错。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，所以他迟早会看出来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你喜欢江大林？有一段时间，崔英俊对我很好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，他做饭很好吃，水平一流，对女人也很细心。我妈说，如果嫁给他，这辈子都会享福。可差一点，要遭一辈子罪。现在好了，当我决定离婚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松下来了，就像是有一口气压在胸口太久了，终于能够吐出来。说来也挺搞笑的，过错方竟然是他，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。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感觉，还真不错。我这人是不是挺凉薄的？看来离婚真的能看出一个人，看到对方，也能看到自己。不，我觉得你没错。
你特别好，是个好女人。好啊，我会把你说的话当成补药，全部吃进去。哎，我觉得这张可以把它美颜一下啊。跟你说话呢。什么？队长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，没问题，我接受。那太简单了，咱们找个地方，用男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。决斗，干吗？这个也好。不敢。好，如果你不敢的话，我劝你趁早从江大力身边滚开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求着江大力带我来的，我就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你，别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对你不客气的。今天以前，我还在犹豫，我调查你，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？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？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。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，证明我是对的。我也劝你一句，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，不是我，是你。魏哲，魏哲，来了。至于决斗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奉陪。这价格不对吧？没错的，先生。您今天点的肉眼牛排是今日特选，所以享受5折优惠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5折优惠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？不过叶东烈，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你来。有品位，并不代表一定要乱花钱。你们俩刚才在聊什么呀？他让我离开你，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？我跟他说，除非他承认他喜欢你，并且同意跟我决斗。林肯，林肯。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，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，不然它坏。行了，那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别着急，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来，跟我来。等时间冒出嫩芽的身影，才逐渐看清窗外
风景，调匀的呼吸小溪，谁的心事揉成秘密，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，城市中那一些繁文缛理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，渺小却华丽，生无力表情。梦里，梦里，时光成雨花落地，静听，静听，文字都失落成影，终生在定你一生的私语，是谁不经意的留下的你，只不过风声掠起。终究推成理，这世界有太多故事，太美丽，温柔却毫不留情。